王宝强在2013年全现金120万美元，在洛杉矶的帕萨蒂纳买了一套房子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套房子在3个月之前的挂牌价格只有84.9万美元，就是他下单的那一刻，他就比市场的价格多付了30万美元。倪萍在2014年以438.9万美元买下了圣马力诺豪宅，4年以后挂牌的价格是588万美元出售，1个月以后降价70万美元，3个半月以后依然没有成交，最后撤牌不卖了。国民演员、央视一姐，他们有团队、有中介、有资金，他们尚且在踩坑，那么一个在国内看着样板房效果图，加上一句包租包管，就远程下单的普通投资人，凭什么能跑赢呢？我们来讲一下多华人远程买房翻车的核心幻觉。他们以为包租包管等于躺赢。包租包管在中国是高端的服务，在美国是远程华人房东踩坑率最高的入口。在美国行业内的正常的物业费的比率大概是8%到12%的抽成，这个比例本身是没有问题。但是远程投资的场景下，问题是不在于抽成的本身，而是在于两个隐形的结构。第一层就是 condo 条模式，抽成可以高到50%。奥兰多、迪士尼周边有大量这种度假的公寓，开发商把酒店运营公司绑定，写到合同里面，写进 HOA， 就是物业公司管理的章程里面，强制执行，业主无权修改。行业公开的标准的模式是50%的五五分账，听起来是非常的公平，但是运作的方式是这样子的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的房子的每个月的租金，每个月毛收入是1万美元。第一，先扣除运营的开支，比如说清洁、布草、平台佣金、信用卡手续费、运营费等等，通常是2000到3000美元。第二，剩下的7000到8000美元，我们再五五分账。第三，你最终拿到手的是3500到4000美元。第四，需要扣掉地税、保险、HOA。condo 条他们的 HOA 的就是物管费，因为是含酒店级的服务，通常会更高。还有空置期的这种摊销。第五，最后净现金能到你手里的剩下500美元，已经算是运气好了。而且行业内有一些更激进的项目，业主拿到手的比例只有30%到40%。远程房东经典的坑，有很多华人至少踩过一个坑。第一，不查租客的基本信用分，租客支付租金的这种历史、犯罪记录等等。一收到租客的押金，就放租客入住，结果就遇到了租霸。第二就是装修的时候找那种没有证件的马路边游击队，比较省钱。到了验房的时候，最后不过关。第三，物业公司假装是做维修，实际报价虚高30%到50%。第四，租客的投诉不及时的处理，尤其是兰州，比如说加州、纽约、华盛顿，这个时候租客是可以反告房东的。第五，远程的房东无法当场去看房子，物业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在美国，包租包管这4个字，真正的意思是，你把控制权交出去了，然后你来承担未来所有的责任。以为图片选房等于信息对称。中国炒房经验里面，这种市中心的稳赢
到了美国可能就是反向的。5公里之差的两个 zip code，它的治安、学区和增值的情况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。你在网上面看到的房子可能是漂漂亮亮的，但是你走出去，小区右拐800米，可能就是治安数据全是倒数5%的街区，满街都是大麻味，还有流浪汉。这些关键的信息，远程买家是永远看不到的。白蚁还有潮湿，像佛州、德州，还有加州，它有一些湿热的区域，验房的报告里面是白蚁活动的迹象。屋顶的 hail damage 是高频次，远程看图你是看不到的。HOA 物业管理的这种财务健康度，HOA 的储备金是否充足，会决定未来3年是否会向您收这种 Special Assessment 特别评估费。这个信息需要你看一下 HOA 的财务报表，而不是看中介的 PPT。保险的可投保性，在佛州2023年多家保险公司退出该州的市场，部分的老房屋是直接拿不到保单了。没有了保单就没有贷款，房子等于是死资产。本地租客的生态，是大学生的话，它就是一种高周转、高破坏；是军事基地的话，人员流动快但稳定。低收入区域驱逐成本非常的高。出租和出售房子比例的真相，我们中国中介通常说美国的租售比例达到5%到7%，其实这是中西部和南部的城市。在纽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这些一线城市，它的毛 cap rate 通常只有3%到4%。如果扣完房产税、扣完物业税 HOA， 还有保险、还有维修、还有空置、还有租客扯皮成本，你的净的 cap rate 通常会掉到1%到2%，甚至会倒挂。在美国买房子，你必须看对邮编，还有看对街区，看好验房报告。任何一个环节远程都是做不到的。以为中国总贷等于是你这边的人，在远程投资的链条里面，最隐蔽的风险就是，你以为帮你看房子的人和你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其实他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。美国本地经纪人的佣金原本是5%到6%，2024年 MAR 反垄断和解以后，普遍的降到了4%到5%，而且不再强制由卖方一方来承担。但是中国总贷的模式是独立于这套体系，总贷往往拿的是开发商额外的渠道返点，加上项目的销售奖金，累加以后，单套房子的代理销售收入可能会达到8%到15%。这就意味着总贷越快的卖出去，越多卖出去，它赚得越多。而房子未来5年的现金流是涨还是跌，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有一些常见的套路，开发商的样板房加上每年的包租承诺，比如说是6%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个6%其实早就加在了房价里面。开发商等于先收了你30%的溢价，然后再分5年的时间慢慢的还给你。你以为收的是租金，其实是你自己分批拿回自己的本金。捆绑的融资加上隐性的中介费，总贷会帮你联系友好的贷款机构，利率比市场会高出0.5%到1%。这部分的差价以返点的形式又回到了中介的手上，羊毛永远出在买房子的人的身上。AI 深伪的骗局
一个最新最危险的骗局。犯罪分子正在运用 AI 深伪技术，冒充房地产的经纪人、买家、卖家，甚至是产权公司，通过 AI 生成的这种逼真的视频，还有语音，诱导受害者把定金、首付款汇入这种诈骗的账户，甚至来伪造房屋的图片，然后来推销根本不存在的房产。2026年身份诈骗的报告显示，此类房产 AI 骗局同比增长40%。与此同时，FBI 网络诈骗的总损失从2022年的4.46亿美元飙升到了2024年的137亿美元。远程的华人买家是这种天然的高危目标，所有的沟通靠微信、靠视频，很少有办法去当面验证身份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焦虑，那到底还能不能买美国的房产呢？别急，不是绝对不能投，不碰 condo 条，不碰这种高的 HOA 的 condo。HOA 的特别的评估费在远程的场景下面是黑盒，不碰开发商的包租盘。包租是销售工具，不是收益保障，必须要有独立的本地的物业公司和卖方的总代，开发商完全没有关联。必须要看完整的验房报告，看 HOA 的储备金报表，现金流要扛住2个月的空置期，再加上一次大的维修的费用，算不过来这个账，就不要去远程下单了。如果说你身边正有人打算远程买美国房产，请把视频转发给他。在美国房产这件事情上面，最贵的不是房子，而是你的认知差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投资美国地产，读不懂规则，处处都是限制；读懂了规则，处处都有技巧，让您在房产买卖上少走弯路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。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